为什么比731部队更惨无人道的516部队遗址，至今都严禁开放？因为那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都还藏着能把人骨头烂穿的剧毒。731部队研究的细菌再凶狠，终究会随时间自然降解。可516部队搞的化学毒剂不一样，他们像扎进中华大地的毒刺，不需要互无传播，空气、泥土、雨水都能成为帮凶。只要没被精准销毁，这些毒素能硬扛100年不失效。说白了，731部队留下的是会消亡的野兽，而516部队留下的是永不熄灭的毒地狱。被称为毒王之王的芥子气，就从这里诞生，至今仍在残害中国人。这东西有多狠？吸入一口，半小时内肺部就会从里往外溃烂，让人活活憋死。皮肤沾上一点，胳膊会肿起10几厘米的大水泡。撑爆后脓血直流，烂肉会一直往里溃烂，直到露出白骨。这种毒素相当于化学零食，而研发它的实验材料全是我们的同胞。1939年成立的516部队，名义上是化学研究所，实则是毒气战的大本营。414名日本顶尖化学博士，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人间炼狱。他们不光在实验室里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，还跑到村庄、道路旁释放毒气，进行实地测试。仅仅一次效果展示，就随意毒杀了200多名无辜百姓。2003年8月4日，齐齐哈尔的一支施工队挖到了5个金属管，当切割机刚碰到铁皮时，刺鼻的蒜臭味就让人睁不开眼睛。谁都没想到，那竟然是被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的芥子气原液。44人当场中毒，1人死亡。伤者的皮肤像被强酸腐蚀，烂肉下的神经一跳一跳地裸露着，医生要用手术刀反复刮掉糜烂的组织，连骨头都透着黑色。然而，这5个罐子只是516部队留下的冰山一角。日本投降前，至少有300万枚毒气弹，150吨散装毒气被埋在中国地下或扔进江河里。二战期间，他们制造的700多万发毒气弹，7400多吨化学毒气，绝大部分都倾泻在了中国土地上。从东部战场到武汉会战，无数村庄毒烟弥漫，20多万同胞被毒气直接杀害。而这还只是保守数字，更可恨的是他们的无耻。教科书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世界，称化学战是传言，甚至有政客笑着说，只不过死了几十个人而已。可那些烂肉里的疼痛，病床前的泪水，荒地上的警示，哪一样是假的？20多万受害者，到死都没等来一句道歉。在这里，请让我们为516部队暴行中的遇难同胞留下一束电子鲜花吧。我们说这些，不是为了报仇，只是想告诉世界，我们的同胞曾遭受如此残忍的对待。516部队遗址不能开放，是因为那里直到今天依然致密，但无法参观，不代表可以遗忘。遗忘就是对受难同胞的2次屠杀。记住516部队，不是记住仇恨，是记住那些在毒气中惨死的冤魂，是提醒自己，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我们要攥紧拳头，承诺这片土地再也容不下这样的罪恶。这是对遇难者的告慰，更是对历史的敬畏。